一年实盘盈利因子 2.59， 回报率最高 170%。今天分享的这个策略只有3条规则，有手就行。但正如几十年前著名基金经理维加斯和海归交易法创始人理查德·丹尼斯在不同时代说的同一句话，即便是他把他的交易策略完全登记在报纸上，也没有人去执行。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伴随着美股在新高附近蹭来蹭去我后台开始频繁出现一种私信说我没有时间盯盘，有没有那种不花精力但是有比这个简单的持有更好的交易美股的方法这是既要又要其实看似他这是在追求简单但是真要面对简单的答案多数人又会暴露出对于复杂的天然崇拜。人性嘛，我们大脑有这个 bug他对听不懂的东西会自动高看一眼我个人管这个叫做舔狗属性就是越神秘越觉得有东西越简单大家反而越不喜欢好，那么话说回来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策略就是满足既要又要它的策略逻辑相当的简单但是实盘的这一年确实大幅跑赢大盘。它的逻辑我应该说过的而且源代码我们内部课程中都分享过学员资料中也上传过那么它主要做的是这个股指和部分的这个货币对那么操作上呢，简单到3句话就能够讲完所以不管是你自己交易还是说你要量化挂 EA 那么执行起来都是非常的轻松很简单实盘是从去年的5月末那么至今的话也是跑了1年了那么盈利因子 2.59， 回报率最高 170%那么最近的话是在 160% 左右那么稍有回撤这也很正常那么这个收益回撤比它是远远跑赢大盘指数的你即便是考虑到这里的这个回撤但是我们得相对的全面的去看你看回撤也要看回报，要看这个比例那么它们之间这个比例的话换算过来依旧是跑赢大盘指数的，不管是英国富时指数还是美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细看一下这个策略那么策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80年代由这个拉瑞·威廉姆斯提出的那么这个拉瑞的话，我们讲过好几个他的策略都是逻辑简单且交易优势持续几十年的交易模型。而今天这个呢，它主要做的就是我们从订单就可以看到，它主要做的是 UK100英国富时100指数和美国的这个标普指数还有部分的这个磅瑞和澳瑞之类的这种货币对不过货币对占比会比较的少那么大家看到这一块的话，这里是对比的同时期的实盘和回测的结果那么右边这一块的话，它是一个实盘的结果那么这下边的话，这是 MT5 同时期的一个回测报告这里是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图表上以及同一个维度上去进行比较那么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胜率包括盈利因子都是差不多的甚至大部分指标来看实盘 live 的表现还要更好那么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那么大家可以看翻译一下大家可以看这里的这个积分那么其实它就是 point 就是点数那么我们这个进场价出场价它导致的这个点数呢其实都是有滑点的那么它这个滑点它不管你这个代码怎么写都是会有的，你控制不了但是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就是它是没有绝对的好坏的如果这个市场它是向着你利于你交易方向这个方向去滑，那么它还能让你多赚点所以这也是导致我们实盘和回测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实盘表现更好一些好，那么其余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操作方面就更简单了可以说是3句话1张图就可以说明白那么首先第一就是什么时候买我们在每周周一的时候看一下当天的这个收盘价，如果是比上周五的收盘价要低也就是一个周末回来休假回来之后发现市场是下跌的，那我们就考虑进场那么如果周一它是上涨的，那这周就跳过什么都不做那么它这个逻辑背后是一个统计性的一个规律就是周一下跌的股票周二反弹的概率更大那么它赌的是一个疲软周一后的这个周二反转这是一个市场的现象那么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什么时候卖那么也很简单，就是周三卖那么不管
当时是赚是亏啊，那么周三都是直接平仓走人啊，那么只持有不到2天啊。接下来是止损怎么设啊？那么止损也很简单啊，那么它就是一个进场价的百分比啊。那么比如说你在这里进场，你比如说10%的止损吧，那么假设就是1500块钱买进的啊，然后你行情跌到了1350块，你就自动砍掉啊，就是不要扛单啊，直接止损啊。好，那么还有2个可选的一个过滤条件啊。那么第一个是这个 IBS 啊。IBS 它衡量的是当前收盘价在一整天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啊？那么数值越小，说明价格越接近当天的最低点啊，就相当于是只在当天跌得比较透的时候才进场，这是第一个过滤啊。那么第二个过滤是要求周一它这个收盘价在180日均线之下啊，你可以开也可以不开，那么开的话就等于说是更严苛的条件，就要求不仅周一要下跌，还要求当前是处于一个长期趋势线以下啊。好，这就是开仓、平仓以及过滤器的全部逻辑啊，几句话就讲完了。你看多简单啊，是不是就这个有手就行啊？这谁要是还觉得麻烦，那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啊。它这个逻辑即便是写成量化策略也很轻松啊。那么这套源码我们内部课程传过的啊。那么除去这个多品种同步运行的逻辑之外呢，你单看策略本身的交易逻辑，它这个代码逻辑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么简单呢，就说明它这个自由度比较低啊，它这个概率优势啊，持续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啊，而 overfitting 的概率也相对较低啊，也就是越容易被坚持下去啊。但是也正如我开头所讲的啊，Vegas 和海龟交易法创始人理查德·丹尼斯都说过同样的话啊。那么即便是他们把方法完全的公开了，也没有人去执行，因为 second guessing 啊，所以他们作为人精啊，很清楚人性的这种恐惧、贪婪的弱点会阻止绝大多数人去严格、机械的去执行它啊，这个没有办法啊，这是人性。所以我觉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啊，在交易中同样是最昂贵的通关心法啊。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还请点赞、评论、投币、收藏啊，非常感谢。